每个人走过一生，心目中都有一段爱情故事，有些人的爱情故事是幸福的，而有些则是不幸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爱情。对一些人来说，尽管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是很难摸到爱情的脉，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成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遇到我们称之为灵魂伴侣的人，纯粹是偶然的，这并不该让大家气馁，因为我们这支影片要来悄悄地说几个有心理学支持的秘密，用来确定适合你的人。一、管理自己的期望。我们都听过心之所向这句话，这可能是真的，但当一个人想要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时，现实一点很重要。如果已经迷恋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一再遭到对方的拒绝，必须接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事实，在寻找真爱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努力。布拉克斯顿·戴维斯公主在2010年的麦克奈尔学者杂志上解释说，为了形成一段恋情，必须有某种类型的吸引力，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个性上的。对潜在伴侣的最初吸引力与外表吸引力高度相关。要明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期望，不能期望得到自己无法提供给这段恋情的东西。尽管存在差异当然很重要，也能让事情变得有趣。谁都不能指望一个在时尚感方面磨练过的人会立刻被一个对外表不感兴趣的人吸引，这同样适用于那些非常关注身体健康的人爱上了一个不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人，或者一个高薪工作的人爱上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也就是说，大部分都适用于布拉克斯顿·戴维斯公主提到的最初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表吸引力。然而，当一个人找到合适的人时，除了外表吸引力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二、应该不只和他们分享显而易见的兴趣。虽然谈恋爱的对象和自己喜欢同样的音乐和电影，听起来很理想，但研究表明，对两个人来说，拥有相同核心价值观要重要得多。这可能意味着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立场，双方对大部分核心信仰有相似的观点。正如特拉维斯·佩里在他2016年的论文中写到的那样，对共同信仰的研究已经表明，特别是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婚姻满意度的积极预测因素。意见分歧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所有这些事情都应该说明这个人是否真的适合自己。正如佩里进一步阐述的那样，那些在最重要价值观上意见一致的夫妻会发现更少争吵，婚姻更幸福。如果恋情不是建立在这些共同信念基础上，或者换句话说，在自己感兴趣的人身上不存在，这段恋情不太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三、有很紧密的社会联系。我们小时候都被教导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为接近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社会关系的人，并发起一段浪漫的关系是个好主意呢？当然，总有可能得到谁的电话号码或 Instagram 账号，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对我们有利。即使我们表现得很完美，也很有礼貌，他们还是很有可能会说不。此外，如果我们已经经历了最初的吸引，这个人适合我吗？的疑虑仍然存在，那么就开始了艰苦而又令人心碎的任务，更多地了解这个人，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他。约会软件等现代工具加快了从陌生人到恋爱的周期，通常这些应用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初外表的吸引力，因此不允许以有机的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幽默感、好恶和信仰。事实上，那个适合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存在于自己的社交圈中。杨慕丽和赵万斌2019年发表在社交网络上的网络心理学行为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就像约会应用程序上的那样，有大量潜在浪漫伴侣的选择会对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一个人的社交圈里没有适合自己的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试着扩大自己的社交圈，目的只是为了交朋友和认识新朋友。先把谈恋爱的问题放在一边，在做出浪漫举动之前，要真正了解周围的人和新朋友。在做出任何重大承诺之前，这是知道某人是否适合自己的最好方法。四、
不要为了迎合自己喜欢的人而改变自己。众所周知，对自己真诚有很大的好处。一个人的恋爱关系不仅通过提高满意度和承诺来影响恋情本身，而且还可以帮助自己找到适合的人。罗伯特·威克曼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真实标志着值得信赖和稳定，这些都是很好的性格特征。在寻找伴侣时，坦率地说出自己是谁，自己的信仰，会吸引和自己有相似价值观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做自己，不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这不仅会影响找对的人的过程，而且如果是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别人，而成功地找到了一段恋情，这段恋情不太可能持久。无法与伴侣分享真实想法和激情的压力会导致怨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毒害这段恋情。最后一点，5. 放轻松。有的小伙伴可能正处于生命中被爱情遗忘的阶段，以至于爱情的概念听起来就像个神话。不要因此而气馁，爱情可以是神奇的，但它也可以带来很多痛苦。任何曾经遇到过爱情的人，包括你在内，都知道，当自己找到合适的人时，绝望的寻找可能会把你限制在一个可能不理想的伴侣的选择中。慢慢来，耐心点儿。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怀疑，一个完美的人，就像我们在言情片和电视节目中看到的那样，比如老爸老妈的浪漫史。但这现实吗？有没有一个人能满足我们对完美伴侣的所有标准？如果这个人真的存在，他们会带来期望的感受吗？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可怕，但我还是要说，放轻松。当我们发现我们认为完美的东西时，可能会惊讶于它。关于爱，真正的爱，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它是不可预测的。它可以在一个人多年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也可以出乎意料的突然出现。爱是可怕的，这是真的，但找到真命天子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唯一更令人兴奋的是，一旦找到了真命天子，旅程就开始了。爱没有公式，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能让我们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但这5个小秘密将有助于找到寻找真命天子的方向。记住，要控制自己的期望，寻找有相似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的人，试着在自己的社交圈里找一个人，而不是陌生人。永远做真实的自己，放轻松，因为事情不能强求。祝大家好运。